所有的球朋友晚安，你好，欢迎收看气牌20年。我们在今天周六11月16号，在苗栗巨蛋体育馆为你带来今天的第3场赛事，男子组桃园台湾产险面对屏东台电。我们在前一场的男子组的赛事，看到康体跟彰化三大有线电视呢打满5局，特别是在第5局啊，让三大有线演出了输2追3的逆转秀。好，那今天这场比赛呢，要看一下是今天第2度交手的台产跟屏东台电。那么前一次交手时呢，台产呢在4局当中是4局3胜啊，击败了屏东台电，那也是台电在今年呢所吞下的第1败。在这场比赛呢，请到球评呢是我们的自由女生杨梦华，我是博威，梦华你好，晚安。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了哦。好，我们在今天呢看到这第3场比赛啊，那目前呢2队在气牌的战绩呢，刚好那个分别都是在中段班呢、这个第3名跟第4名哦。那不过呢，我们要看到2队今年他们是因为是第2度交手了，所以看一下跟前一场比赛会不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战况的发展哦。那屏东台电呢，目前战绩3胜1败，那台产呢是2胜3败。不过，其实，在整体打起来，双方其实，在前一次交手还是蛮有来有往的。没错，对，因为其实台电本来就是有一定的水准嘛。那其实，在台产这部分，他们是用挑战者的心态来挑战台电的。是。那可能台电这边的状况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让台产拿下了这1胜哦。对，那事实上两队在上一次交手的时候，在整个第2局啊，甚至这个打到了第5，打到31分，哦，台电拿31比29，非常辛苦的才拿下了这个第2局啊。不过在整个第1局跟第3局，倒是让台产打得算是相对的轻松。好，今天的第1裁判是简香伟，那第2裁判呢是杨景华2位老师。A 级裁判张嘉颖小姐来自台中市。好，2位司线员分别是张嘉颖跟黄守范。这2位老师，那我们连续2周呢，在苗栗巨蛋体育馆为大家带来赛程啊。那特别是在今天的第1场比赛哦，其实，在今天我觉得2场比赛，先前的2场比赛其实都算是蛮有讨论度、蛮有话题的。是，尤其像是刚刚的彰化三大有线以及台北康体哦，其实他们上演了就是已经先赢2局，但是后来的3局就是打了5局大战哦，尤其是第5局我们还是打了超过15分的分数哦，整个场子其实都还蛮热络的哦。对，而且毅力营造其实在稍早面对金华也开胡了。没错，今天的赛程是非常的有看头哦。是，好，那我们这场比赛呢？看一下，马上就要开始了。穿着深色球衣的是桃园台产，另外穿着浅色球衣的就是屏东台电。8号庄少杰。好，接下来介绍2队的球员进场。18号许文成，19号林怡辉，99号黄正良，自由球员3号李嘉轩。执行教练张善元先生，教练台电的张善元教练。好，看一下在今天首先台产所摆出的先发名单。首先呢，在前排甘茂宏、尹希米，另外还有是林谦。那后排呢是林廷伟，另外89号的刘玉玲，另外还有30号的艾敏。屏东台电呢，则是推出了黄正良、庄朝杰、许文成，另外后排则是14号的曾祥明，另外还有林怡辉。另外，黄宇成是今天的先发6名球员。对，其实大家都看到哦，今天的台产哦，西米回来了哦，因为其实在前几周他其实是有脚踝的一个伤势哦，所以他其实也休了几场赛事。那今天他也算是回归球队，看今天的台产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哦。好，台电首先黄宇成先发球。那在台电这边的阵容来讲，我们回归的也有我们小平头这个郑良，看起来就是刚当兵回来对的第1场球赛哦，对。其实讲到当兵哦，我记得在这个之前我们
所以我们是比较早期哦，这20年前当兵，当时其实在当兵的时候还有去接受国训队的这个训练。对对对，是。现在还是保持这样子的。你讲20年会不会太久了？不是，真的，你没有这么真的。在骗人。我在当兵的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西元2000年，你看多久以前？是。所以现在还是有这样子的制度吗？其实早期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国训队，然后也是会来代表国训队来打企业联赛。不过今年就是应该是有几年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制度了。是。好，前台很快的快攻先拿到分数，一开始参检倒是气势如虹，是非常嗨啊。对，毕竟他们上一次的交手是有在台电这边拿下1胜的，所以我猜他们今天的企图心一定会更强烈。两队上次交手虽然说只有4局就结束，但中间过程打是挺焦灼的。是。对郑良的回归确实一定会让台电整个在攻击火力上一定会增加许多。对，特别是在这个上一次他毕竟这不在阵中所以在攻击上，就像刚才梦话讲，你选择少了一个。是。主要是郑良的整个经验值是非常足够的。对。双方在一开局的第1局强攻强守，执行率都蛮不错的。对。对，朱胜判了一个举球员的连击犯规。很快这个主裁判第一裁判就比出了一个2的手势。第一裁判是简昌伟老师，4比2。对，在宇辰与郑良这边的搭配因为毕竟在郑良去当兵前，其实他们也搭配了一阵子所以我相信在宇辰跟郑良虽然有一阵子没有搭配了，但是默契一定都还是相当的足够对，这4个字，强势回归。是。这边要还一球吗？哇！打了一个 touch out。是。对，也是不得不提一下台产这边玉林的攻击现在目前是大会排名第1名的所以其实在台电对于他也是相当头痛的那在于艾妮这边，其实虽然他的快攻可能不是出手那么快，不过他的拦网是造成蛮大的威胁哇！我这次的发球挂网。刚才提到台产的刘玉玲在今年平均每1局可以拿到将近6分。他毕竟总得分他打局数比较少一点，是。但是我们是看平均值，目前确实是在今年7联这个在平均每局单局得分王。对，因为其实也会有球队是休息的状况，对，所以每一场出赛的场次跟局数都不一样，对。不过两队在今天第1局的攻击的成功率是高的。这个往前稍微有点惊险。祥明在整个攻击重心来讲确实是台电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攻击点尤其是他的前排以及后排总是能够在有效的时间点得分哇，这个很快就请求暂停了。刚才曾祥明从后排中这个6号位置场中刚好也一样打中路，台电连续拿到分数，所以现在7比5。小幅领先，不过很快台产这边就先请求了暂停。放开一点，动作大一点，棒棒的，连拿4分。
其实双方在一开始在第一局进攻成功率高，在防守上面可能因为也还没有试探到对方今天整个的攻击套路，所以也可能在暂停过后，双方在防守上会有一些修正。对，可能我在想，其实台电这边也会因为上次的输球哦，在今天也会特别的针对台产做一些不一样的战略哦。Touch up， 往后坐哈，交给林廷伟。刘玉玲发球，一直拦网啊！对，雨辰这边自己稍微的一个失误哦。7比7。这场挑战，对，第一时间马上球员就示意在板凳区的教练团。但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还是要有人稍微跟一下的动作哦，而不是拜托这颗球熬赛，你先跟着球一起动，你才能够准确的知道它到底是界内界外嘛，对不对？有的时候，这个在场上的挑战，常常都是球员去示意教练团来做出请求，因为其实在这个应该说你在第一线，有时候你的感觉是会比较准确的。对，可以看得最清楚的哦，确实是一个界外球 ，touch out，所以挑战成功了。对，但是还是要呼吁要跟。对，是。对，苦口婆心啊。是。梦话一直提醒大家。对。好，挑战成功，同时要回分数跟发球权。8比7。林一辉发球，哎呦！对，西米今天的回归，其实他自己应该压力也蛮大，因为也算是一阵子没有比赛了哦，所以看他就是一点一点的调整，看可不可以回到他以前跳得很高、打得很远，以及他的技巧都是大家能够关注的一个点哦。我刚才这球想要去做攻击，就真的比较勉强一点喽。对。这个发球权的打点，哇，对，应该是自己的一个直线失误。是。西米连续攻了几球啊，没有收到太好的效果。会不会再来？再发，一样修正球，对，一样被吹了一个连击犯规。哇，状况比较多哦。对，确实，因为上一场打了5局哦，其实多少时间以及热身的长度都有点被影响到啦，就有点等太久啊，等等，这些都是我觉得以前我会遇到的一个比较不好的，因为原本是3比0的应该是说比赛前1个小时我们会热身，但是因为打了5局，一定要延长这个你要保持热度，然后又不能就是整个精神专注力啊，我觉得都一定会有一点点下滑，对，所以应该也是开局都必须得花一点时间把那感觉给找回来哦。西米跳得超高，对，总算拿到分数了。哦，对，直接往对方身上招呼啊！是，连我也都很久没有看到郑良的表现了，很久没看到他了。哇，还是非常有 power 哦。确实觉得他这回到场上，好像在球队的攻击上，整个就火了。是，
因为在他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基本上就算是只有祥明这边在打一个后排进攻哦。那如果郑良这边也可以再打后排进攻的话，其实就多一个点可以去运用哦。对。林谦发球，打快攻。小杰在庄小杰今年也算是比较多的表现哦，因为其实之前他都有一些膝盖的伤哦，让他没有办法这样子正常的表现。那今年他或许也调整了一下膝盖的伤，也是他一直都有很好的表现的。许文成发球。 在空中，时间差抓得稳稳的。哇，林廷伟重手扣进了这一分，比分还是先咬住10比13。西米发球，哇，这在今天算是比较成功的防守。目前为止，台电的攻击的成功率其实是蛮高的哦，在开赛的这前1/3局，几乎是有攻就有哦，这个正面。 中路正面的拦网，文成在台电整个担任主攻手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他是一位让人很安定的，不管是接以及守，甚至是攻，都是很稳定的表现的一个攻击手哦。台电开始把这个快攻的频率次数增加了。 对，你会很明显的知道说，哎，虽然台电可能是这个1、2分，但是他们会马上把这个分数要回来，不会，就会知道他们算是就是很成熟的一个球队。是，哇，这球其实在过往的这个高度也没有掌握好啊，哇，直接接发球失误，对，就正面就送到了祥明的手中。哇，那这个分数有点要被拉开的感觉了。 哇，还好吼，还好这球最后是有硬是吃下来。对，祥明也是在，虽然台产现在的攻势都算是属于比较平快球，但是玉林这边还是可以在一个高点来攻击哦，这也是他的优势哦。对。 连续2次的防守成功，爱你。对，稍微有点可惜哦，因为像雨辰在这边拦网，应该有感受得到，其实爱你已经往了大炮这边移动，或许雨辰可以调度举一个八股，让郑良这边去表现。 通常哦，如果你在这个2号位这个地方让郑良有1对1的机会的话，他其实拿分的把握性其实真的还是高的。是，尤其1 by 1，其实他得分率都可以有7、8成。对，来了，哦。 所以，如果你机会可以在这个位置制造给爱你的话，其实他的把握度其实确实也不错。对，而且其实给他的球，其实只要有高点，对，把高点拉出来哦，其实他要得分的能力就一定是有的哦。对，但是就是他的用法也比较局限啊，就是它的变化性比较少，所以你真的要送的位置要送的很甜，对，他就可以拿到分数。但如果稍微有一点偏差的话，他可能在最后的把握度、finish 能力就没有这么好。没错，没错。 好，台电还是有大概维持3分左右的领先优势，长了一点，选择放掉，但没关系。曾孝敏的发球失误，刚才郑良拍他 ，it's OK。哇，那这个就是台产的机会喽。第1局的中断了，哎，也还了1球，是稍微长了一些。
好，所以绕了一圈，分数各加1分，发球权重新再回到台电手上，交给西米，蓝，再一次第2度的尝试。对，西米很聪明的是，他跳起来，他虽然跳很高，可能也只有一只拦网，但是他不会活生生的只会打正面球，他会有他的手法，打直线、打长线，这是他的优势。对，刚才其实2次的攻击，他就选择了不同的落点跟不同的角度。对，这刚才梦代的意思。是。是快攻哈，台电今天的快攻的成功率确实还是比台城这边来好了一些。对，其实台电的快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出色的表现哦，因为其实也是要归功于后排的接发球，在文成啊以及嘉轩这边的接发球都是相当稳定的哦。对。后排1-0，小心小心，对。哇，要小心哦，这不要撞到记录台哦。是，虽然危险，不过觉得观众还是喜欢看这样子的拼劲啊。对，不过一切都还是要小心。好，2分差，台产的发球，看一下。好，台产这边要换人，让林景龙上。廷伟下来休息，在第1局双方换人的频率其实不高。是。快攻再扣一个，这个出手确实快啊！对，台电的招牌是。因为我是今天从第1场一路播到现在哦，其实我回想到，其实，在第1场的毅力。妹妹的嘉文哦，其实她也是这样出手很快的一个选手哦。那我才说，其实台湾很少有这样的选手。台电就是有一个。对。这边也还一球啊。分数还是咬住甘茂。好，在台电这边李伟轩下。西米发球发得很长，哇！这球在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稍微有点没有拿捏的这么好。对，过网了。直接送到对方手上。既然送礼，我就收下了。是。19-20。好球啊！对，其实很明显的看到郑良的攻击，其实他的优势是他总是可以追得到球去攻击这个球，不像是可能有些球员是用爆发式的去飞式的去打这个球，他总是可以在有点像在球底下，然后又可以跳很高的去攻击这颗球哦。所以你看，其实，在这样比赛哎呀，稍微可惜了一点。是，哇，在前后排交界这个心脏中心的位置，就露出一个空档，打得很巧，这个吊球。对，举球员很敢举哦。对，其实像这样子的开网的快攻哦，其实对于对方的拦网者，中间拦网者可能就会放掉这个开网的快攻。或者有时候一翻两瞪眼。是，好，他也是真的感觉打得很轻松，很知道说我这颗球就是要打你的手打出界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艾尼就是比较就可以讨论的地方，就他虽然说他的身高条件有，可是他有时候他在比如在拦网过程当中，他的应变反应可能会慢一些，就像刚才我就刻意要找你这个点。是。哎，还有。持续的看去打对方的 touch out。是。2次的强攻拿到分数，现在台产这边是要请求暂停了。23比20。第1局的局末。两边长的两边长脚发，不要发给自由球员啊。然后那个拦网。你要选择一边，如果他要打的时候，你不要跳那么直而已，这只手要下去啊。
不然他定在那边根本没有办法守啊，哦，不然就斜着包好就好，只能让他去闪，让他去闪了还可以守长一点啊，自由球员在那边嘛，来加二。这就是刚才梦话提到的，你在拦网的时候，你其实知道对方要从这个角度来，但是你没有做太多的变化，对方其实防守方本来就是比较被动，被动一点，对，而且比较重要的是，其实拦网不是越跳越高是重点，反而是 timing 以及你的手型手势才是最重要的哦。对。发球，锦荣哦，这球是，哇去处理，对，这个其实算是台电队比较少见的失误。对，或许因为锦荣是左手的，他们会觉得说这颗球可能会打不进来吗？对，稍微需要沟通一下哦。好，但不管怎么样，台产这个分数是很漂亮的拿到21比23，2分差哦。快攻再扣一个，没错。一辉也是总是有稳定的表现哦。只要是在分数上比较拉锯的时候，台电就把他们的快攻给秀出来。对。曾祥明的发球，锦荣后排来。台产这边，锦荣也是担任得分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哦。好，今天救了一个局末点。刘玉玲发在后排，打得很巧啊！就反而是在第一局啊，这个最后都是靠着一辉拿到的分数，25比22，屏东台电率先开门红，先拿下第一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就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
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的相关的数据哦。两边的攻击的成功率其实都很高，那分数的差距不大，失误得分、拦网得分、攻击率就是其实最后赢的差的这个3分，25比22，大概就在攻击率上面，攻的次数多一点点，攻击率高的10%，多几个百分点，那分数的差距就出来了。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讲，其实屏东台电这边其实会赢球的关键，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球员的各个角色都是有相当稳定的一个发挥哦。对，不会像就是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浮躁啊，没有，他们失误了1分，还是心很沉的，想要把下1分给拿回来这样子。黄正良这个在服役期满之后，马上回到球队，就成为在第一局球队得分最多的球员。是，第一局得到6分。双方在第一局靠的得分得到分数也是多的哦，17比16，大部分靠自己主动的攻势拿到分数。好，所以第二局首先一开始由桃园的台产来先进攻，先发球，是林谦的发球。文成。还有举给西米，是西米就是擅长打这种球哦。对，哇，滞空的时间真的是长哦。对，其实我也好一阵子没有看到西米打球了哦。对。对，其实两队重新在交手啊，在跟上一次这次。刚好过网，就阵容跟上一次两队交手都不太一样。是。当然，今天的比赛是台电这边多了郑良，然后台产这边是多了西米哦。抢 spot。哇，这几波的进攻，其实在节奏啊，还有在这个位置上面、组合上面就比较多了。对，台产这边的整个举球，虽然他其实给
玉林这颗球其实没有举得很好，但是玉林他这几场打球下来得分率高，他自己其实自信也就很好了嘛。他在处理这种球都变得都是很沉稳的哦。今天连续2次的发球都是勉强爬过网，是哇，但这次这个爬网过后，反而就造成了台电的机会了。黄正良。 新民哇，还有精彩哦！是，这次的快攻被抓到，感觉在配球上是稍微低了一点哦。哦，这边有过网。后给交给新民。 后排，强明。其实看看第2局开始，双方在防守能量上会不会增加？因为第1局其实双方机会做出来，大概都可以拿到分数。对，因为其实男排的球速哦，以及整个都看起来就是比较容易1颗1分呐，力量比较力量跟速度比较够了哈，所以你真的说真的比较难守。是。 玉林在整个开季到现在的表现哦，是相当的好哦。即便他是一个很年轻的选手，但是面对这些大哥哥，可以讲大哥哥吧？对，都还是很不畏惧的去攻击每一颗球哦。李林西密，台电的快攻真的还是不好守。对，现在要挑战，没错。 应该是要挑战inside outside。桃园的小队提出挑战项目为界外球。哦，像你在使用或者是说像你过去当选手的时候，在挑战的这个 timing 上面，你有没有比较偏好的时机？因为我听过一种讲法是，如果在像以目前台场这个状况来讲，他领先又在局初，有的教练未必会在这个时候来使用挑战。这个想法可能就是每个教练当然他的想法不同啦。未必，因为其实要考量到说一场比赛只有2次的挑战，你有时候太早用掉的话，你到20分以后，如果你要挑战，你没得挑啊。对，所以其实在用的时机以及次数的拿捏都要非常的稳当哦。对，所以这个挑战就失败了。是。 好，3比5。许文成发球，打得非常巧。对。不过这个其实，在接球上面，双方也稍微有一点这个沟通上的误会。对。因为其实，在台电这边，以往的自由球员都是李嘉轩这边来担任哦。那今年他们是。 还有多了一位李伟轩，2个都是李伟一个李正李佳2个，对，有这样子的交替去防守哦，所以在默契上可能会有一点落差。不过这是必要的，是因为这个球员本来就来来去去，是那也需要一点。其实练的再多，真的还是需要一点实战的时间去熟悉彼此。没错。 啊，台电因为刚才的接发球，让球出界，拿回了罚球权。硬挡没有成功。一样哦，后给。这个地方其实已经等待很久了。对，篮网没有注意到哦。这个确实在这个举球上面要给一个 credit。 哦，还有哦，还有哦。第2波再扣，好，林金龙，哇，这次被封回来了，哎呀，刘玉玲，今天台场的气势是非常足够的、哦。对。
好，8比4。这边是逼出了台电的暂停，哇！好，我们看一下最近在这个分数啊，其实刘玉玲在这段期间帮球队频频上分哦，包含刚才造成对方拦网的 touch out。小杰没有办法出手很顺，节奏再慢一点，节奏再慢一点，太急了，太急了，慢一点，慢一点来。你可以出来啊！局出哈，这个分数的差距其实并不是说真的非常巨大。所以台电这边也是提醒球员稍微稳一点、慢一点。是。在这个比较应该说比较阵容比较完整，或是比较有优势、比较经验的球队，通常来讲也不用打得这么急、这么快。对。第一次没有接好，不过再来。对，其实很明显的感受到，其实，在祥明他这边在攻击哦，即便他被拦回来，他也是不疾不徐的把这颗球继续卡瓦来做第二波的进攻哦。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表现哦。对，其实哇，今天成功率很高哦，是成功率72%。好球！林谦非常的聪明，对，非常强势的做了一个突破的进攻。稍微节奏做一些变化。是。现在台电这边把敏汉换了上来，让曾祥明下来休息。是。好，台产这个分数目前有领先，保持在4分的距离。跑网过，给后排。台产这边的自己的失误哦。西米还是在他最擅长的位置，对他完全也是没有在怕拦网的。其实我觉得主攻手本来就有这种心态哦，就是绝对不能怕拦网。再来就是后排的像自由球员或是在帮他卡把的选手，其实可以多给他一点声音，说我帮你卡把你就打，也不用怕拦网这样子。真是完成自己的攻击失误。艾里的发球，往前双方有点混乱，短兵相接。哇，这波双方彼此都不断在试探对方的防守啊。郑良起飞了，起飞了，还是需要他。对，虽然是后排哦，不过这个球打得像前排一样。对，最后决定走直线正面攻击。是。好，台电林一辉的发球，7比11。旋正球，小心靠网。你看这接发球没有接好，真的在后面第2拍、第3拍哦，不论是修正或者在往前，真的要处理，真的就蛮困难。你的选择就变得很少很少。是。对方在防守上也真的也比较容易抓了。对，拦网防守没错。所以看第一个选择发球的点跟接球的点就非常的重要。贴网 ，Lucky， 好。还有快攻，小杰在整个出手哦，
我觉得啊，我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令人很安心的，即便前面有拦网，他还是会运用他自己的技巧来去突破哦。被台电连追了3分啊！好，我们看双方在这个我们刚刚讲接发球的重要性，你看在台产这边，刘玉玲她接球的数量真的很多。台电这边其实就像刚才我们在局间讲的，就是像曾祥明啊、许文成啊、李嘉轩，台电他在每一个环节上面，他其实真的是比较稳定的。对，所以在接发球上，他比较可以造成在前排或者后排攻击手的好机会。是，整个在不管是前排跟后排的攻势都能够多点开花。对，比较平均。那台产这边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比较挑点。是。那点如果真的没有接起来的话，你这一波的进攻真的就会很危险。嗯。好，所以现在分数又有点靠近了。原本有5分最多的领先，9比11。台电持续发球。哦，看，其实接得好，后面这个分数就拿得到。对，在整个干毛红这边的快攻哦，其实他也是有想要闪过拦网，再来做出手哦。好，12比9。无解，对不对？他跳起来感觉很像也是没有人拦得到他。那个点做，而且他的在空中，在这个球要灌下去的这个气势跟他的这个力道，真的是。今天很像还没有人可以碰到他的球啊！攻击成功率刚刚讲7成嘛，对，很高很再高。攻个2球，搞不好攻击成功率破8成。防守好球。后排玉玲，好球，哎，好球！整个起跳的点以及起跳的高度，甚至是攻击的点都拿捏得刚刚好，非常的顺哦。而且还选择打边，是。李尼西米在今天的攻击成功率略高于4成，好挡住了。把握，应该是有触网的状况。西米的发球。其实西米也一阵子没有比赛了，我觉得他现在其实也还在找比赛的感觉，包括他现在发球啊，其实没有像以前一样这么强势的球抛很前面，然后冲上去发球。哦，对他现在应该还在调整他自己的状况哦。就是说目前的发球都还保守，对。对，跟我看的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好球哦，对，可惜了。对台产这边，不止有玉玲的表现，其实在锦龙这边哦，他在打巴古这个2号位的攻击也是相当的出色哦。好，有救！接应。哇，再往前的反应稍微慢了一些。哦，这样非常的聪明哦。是。越过了第一线，低到了拦网者。突然间改变了一下出球的节奏，也收到很好的效果。是。小杰的发球。开网快攻，好球！即便是这个开网哦，其实只要他们很可爱，西米跟艾妮在球场上的互动很可爱哦。不知道跟其他队友有没有就每个人有没有设计不同的加油打气的方式？我们继续观察下去。好，锦龙发球。哇，这个完全被掌握住了。对，今天祥明哦，其实他跳很高，但是他的点没有出来哦，他一直想要往场内打。
他应该是要先把他的点给拉高起来，把球线打长，才不容易被封网封到哦。听众太监队进球第一步，2号下，11号陈玉仁上。好，这边就做了一些这个人员的调度，黄宇辰下。对。 17比12。哦，选择放掉，但是是界内哦。是。那第2局的局势又稍稍有点不一样喽。其实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其实台产想要的那个欲望其实很强烈的。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张善元教练的这个表情啊，很多气，有一点无奈，但是又想说些什么。目前得分在台电这边，黄正良强势回归啊，一来目前在2局拿下了11分，水准演出。刘玉玲持续表现她的这个高效发挥。是。那台产其实在第2局有个地方可以讨论是，其实，在第2局台电其实攻势上面，其实在前段也是蛮强势的，但产检其实都有回应。是哦，那特别是西米跟艾妮，我觉得在第2局的表现其实算是至关重要的。对，甚至是第1局后段换上来的景龙哦，我觉得他们都是其实，在打气点也打了很多年哦，他们一定都有一定的经验累积哦，所以他们在表现上一定都可以很稳定哦。 13-18，哇，今天的攻击率很高哦，73%。双方最近是频频的发界外。发球出界，19-13，6分领先优势的是桃园台产队。哇，刘玉玲今天攻击的成功率更高，8成。是。 挡得漂亮，好球对，看起来应该是有touch是。哇，这个就是把球往上方打，把这个角度带开来。对，其实就会知道说，其实可能看某些选手在打这种球，其实会有点不安心，可能会追不到球。但是西米就是爱打这种球，他觉得拦网者跳得越高越好，我才瞄得更准。哇，现在台产则是在第2局的后半段真的是控制了比赛哦。是。挑战一个拦网触球。屏东太监队提出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前一次2队交手哦，其实台产在当时的第3局，因为双方在第1局跟第2局是各拿1局1比1哦，那第3局其实台产这个分数就拉得很开。挑战这个是失败哦。是。然后他提到，在当时的第3局，台产是25比17，分数也是稍微有点拉开了。黄正良先下来休息，换上10号的曾茂聪。那我们先发球曾祥明。后排有跟到。后排。一上来就拿到分数。对，茂聪也算是。 我觉得他也算不是那么高的一位选手，不过他的弹跳能力哦，以及爆发是相当好的哦。而且上来新尖的腿，
好，曾孝明持续发球，小球，后排的锦龙。这边台产叫出了暂停，对，被台电这边连拿了3分，是稍微喘一口气。虽然说还是有5分的差距啦，不过台电在整个战力上面，毕竟还是不容小看，而且在这一局也接近局尾了，稍微先休息一下，同时也缓和一下对方连续上分这个气势。那在这一局两边都没有暂停可以使用了，而且台电这一局其实用替补在换人的频率是蛮频繁的。让你再补一下。暂停结束。对，台电这边确实要稍微调整一下他们现在的，我觉得技术绝对没问题，但是可能是心态上嘛，稍微要再沉稳一点哦。小心，接得很险。对，先球过网。后排，连续2次拦网成功，哇！艾尼这球真是帅。是，反而今天在祥林的攻击哦，都被台产这边抓得很足哎。这更正一下，看起来刚才应该这个是林谦拦网成功啊。杨一平发球，哇，这球其实台电拿到这个分数其实不容易耶。对，其实冒冲有一点像舒胜球，发现其实球也没有到这么舒适可以打中，他打了一个处理球哦，我觉得也很可以哦。对。这球的处理其实蛮有水准。5分差。网哦。哇，很聪明哦。是。对。哇，这个真的就诠释危机就是转机。对，毕竟其实举球员跳起来，大家多半的习惯都是会往前去做，他的突破的一个防守哦。但是林谦这边很聪明的把球巧妙的往后场来做一个吊球，反应很快哈。是。台电这边也做了换人。是。第一波进攻被挡下来，周志连续2个拦网成功，换台产攻 ，touch out，好，出现了局末点，施宇翔的得分。林谦这场比赛没有休息过，哇，连续几个防守，让台产在第2局啊，算是打得相对一个比较大比分，25比17，8分的差距拿下了第2局，双方前面的2局打完1比1，稍微休息一下。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
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第3局抱歉，第2局呢，其实台产就是基本上是开局即领先，是那一路在过程当中是压制着屏东台电这攻击失误的比例、攻击成功率各方面，除了在发球上面有送对方一些分数之外，在第2局算是这个蛮一面倒的。对，尤其像在屏东台电这边的攻击率确实稍微低了一点。其实看从这个画面上的数据来讲，其实台电这边的攻击的
路线就比较少哦。除了黄正良之外，其实基本上大概就比较零星了哈。是。而且第2局在后半段，事实上台产靠的防守拿到了蛮多的分数，对，不只是进攻了。篮网啊，篮网，我记得篮网也是做得很好哦。对。好，所以在第3局的一开始，首先由台电发球。这个往中间切的时间差哦，稍微有点可惜哦，自己的失误。哦，救得漂亮。是。黄奕颜色，哎呀，哎呀，对，搞不好本来没有这样打，突然间你这样点过来，给了我灵感。对，其实祥明就确实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他的打法哦，因为其实，在第1局、第2局，我觉得他还没有把自己打球的最高点给找到哦，所以他在这一局先稍微做一个吊球，看可不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一开始台展这边还以为守下来，结果这个 touch out。对。好，3比0。平贴哦。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危险，危险！有点可惜哦。对。祥明这边的防守点哦。觉得可以再确实一点，再确切一点哦。对，因为其实像这种球在手上哦，以他的能力来讲，应该是有办法把球往前送到3米线前的。哦，这球没有接好。对。感觉一开始好像预测球会下落哦，但到最后其实对它其实是有飞程的哦。对，成功，抢 spot， 后排，再一次，没错。连续2个吊球啊，刚好抓在了在前排、后排中间的这个中空地带，2次其实都成功。许恩成，攻。对，今天林谦在整个台产这边的举球哦，我觉得他是非常有调配性的哦，就不会像举得很单调，球一开网或是球一不好，他就还是很敢用快攻哦。我觉得这一点是，造成台电这边拦网蛮大的威胁。对。差了一点，再踹，球来了！哎呦，注意哦，注意哦，每个人都要注意哦。这个是有要挑战的意思吗？感觉是要挑战触网哦。哦，第一时间曾强明觉得对方感觉有碰到，所以回头示意啊。是小明觉得对方触网啊，是触网，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因为这个角度比较暗哈。那经过最后确认，认为是挑战了，但是没有触网。对。
不过选手这边是以及教练啦，这边是有想说是触到下面的网带。但是也是要下面后面给我们看，应该可以下面往后面给我们看一下。觉得刚才应该是好像希望能够在这个画面上可以再往下调一点，对，看一下，应该不是往下调，看一下下方对下缘这边啊，对。就刚才梦话讲是碰到这个网带的下缘这个地方，就是角度方面可能要在下面一点点。是，但不晓得有没有拍到。但我觉得稍微先这个挑战是一回事，那我还是要想说，在祥明这边的攻击哦，其实刚刚是一个 chance ball， 那他自己其实也打出解这个状况哦，就要稍微特别注意哦。一个画面播出来，两边都在欢呼。对，就台电先欢呼，台湾产险这边接着再欢呼，是一个画面各自表述。好，我们还是要这个跟大家重述一下这种电视重播辅助判决任何挑战的精神是，除非画面上可以很明确、很清楚的看到跟第一判决是有抵触的。那如果当你不能确定的时候，要以第一判决为最终判决。没错。哦，不能用臆测或者是觉得好像有碰到，是不成立的。没错。郑良，好，干净利落，还是用最有把握的方式啊来要分。哦，也休息了一阵子哈。这毕竟这个服役结束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第一局是打满，那第二局中后段其实让他也稍微做一些体能上的调节。祥明这个点哦，其实他真的有非常好的条件，长得高，确实也跳得高。那我觉得他必须要稍微因为他都很强着想要用力的出手，反而变慢了，或是降低了他的球点哦。我希望他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他的打法，他在得分的能力上应该可以提升很多哦。可以打得再巧一点。是。来到桃园台，张尚宏来发球。孟宏的发球。不过有时候这个蛮两难的哈，有时候其实你需要有力道，有时候你需要巧。对。所以说有经验、聪明的球员，就是在当下那个 moment 当中，他可以做出最好的选择。对，那这个就很难。这种事情，这种技术必须都是要靠平常练习都有养成的。对。郑良还是很凶猛的。对。我们刚刚讲，有的时候你需要 power play， 有时候你要 smart play。没错。那你的比例怎么拿捏？这个其实很多球员的条件都不错。是。但是能不能从好球员变成超级优秀的球员，往往就是在这一步。没错。好，王振良的发球。第二时间有注意。哎呀，没有沟通好，真的不行。哎呀，对，这其实就是虽然是失这一分哦，但是这种是蛮伤士气的哦。对，尤其像可能现在防守端这边是伟轩的防守哦，可能在嘉轩大家可能会放给嘉轩接等等的，这些都是默契上的考验哦。对。哇，这球发的挺有威胁性的。玉林，台产的机会，正面中路刘玉玲下重手。对，即便是3支篮网的状况下哦，还是很敢出手。真的，你如果中路机会做出来，真的是最难守的哦。所以刚才梦话就有讲说，如果你真的正面的攻击率要到达50%以上。对，而
2级了。由屏东台舰队拿下这一场。好，曾祥明来发球。好，曾祥明。快攻交给艾妮。很高哦。对，跳起来基本上是胸膛这边已经过网子哦。还一颗。再配给小杰，这颗稍微有点低喽。波长速度哈，还是来得及，出手很快。对。transfer， 一点机会。后排点波再挨攻。反而他今天在第3局这边后排或是什么攻势都是用吊球得分的哦，好像第3次了。对，是。第3局确实啊，因为其实他可能也知道自己今天的状况是一直被拦死的状况哦，所以他必须还是要调整他自己的打法哦。哇，你如果说其实在正面哦，如果真的是机会给他做出来，以他跳的这个高度，其实你就算知道说他这个动作马上要快攻了，你还是拦不住。对，而且他也不用太多的个人时间移位，也不用打 B， 也不用绕去后面打巴古，对，直跳 A 其实就很够用。对。在第3局的中段，双方是僵持的一个状况哦。黄宇辰这贴网刚好过啊呀！这边也出现了一个在前排的沟通的失误啊。是。台产这边跳出了暂停。自己 miss 掉了，这样就设定这样子的战术就没有用了。应该是把握这种他们2只都在外面了，我们自己都没有在跑。玉香，你现在需要接发跟防守啊，慢慢处理就好了。攻击先交给别人没关系，慢慢来没关系。那个什么拦防其实都有，我们自己守的位置没有站好哦。好，来交。拦网可以哦，后面防守再稍微看一下，交。缓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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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哦。好，暂停回来过后，还是台电的发球。郑周一教练觉得拦网的问题目前不大。对，主要是防守的站位吧，是稍微要再明确一点。还有，刚好过网。是金龙，后给交给锦龙。这暂停叫的蛮有效果的。是。刚刚好，球已经是落地的状况了。对，运气不错哦，刚刚好翻过去。是。那个过网应该是脊椎啊，90度的直线下落，所以没有什么救的机会，也没有往上弹了。
哇，漂亮！对，其实你有看到，其实郑良这颗，他有一点被吊到了，不过他还是运用他自己制空的能力哦，再加上手腕的一个打半颗球的这个技巧哦，来得分哦。玉林真的是在气派20年成长的非常多哦。对，其实有时候会看到球迷都说，哎，其实他在去年的表现好像没有这么亮眼，今年他在每一场的表现都很稳定哦。刘玉玲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数据上，进攻的成功率哦，将近70%了，然后在发球上。让对方在接球的时候，其实接得很不舒服。对，他在其他场次的时候，其实发球的成功率也很高哦，直接得分率也很高。是。好，这个时候是换成屏东台电要喊出了暂停，刚才台产的暂停取得了效果。加油！一颗，可以走。玉林这边发球的失误，决定放掉了。是。可惜了。是。其实，在女生的比赛啊，通常都说哦，中间手发完球手到1颗，基本上都是1分啊。对，就是其实，在中间手防守也是很重要的哦。这接连都是在发球的情况之下发的比较长啊。轮回黄正良的发球。正面居然又有点回归到，我觉得拦网真的还是要互相提醒哦。对，因为你会1 by 1会顾着一支选手嘛，那你的选手如果有了不一样的攻击的助跑，代表他就是会打切动嘛。那应该就是要提醒自己身边的准备拦网的选手稍微推一下，让他知道说，哎，他打切动了哦。对，反倒是今天台电吼，感觉他们是比较打个人的哦。对，反正有问题就先做给黄正良试试看啊。这目前的效果也都蛮好的。对，就是这个做的成功的事情就继续做，感觉到现在真的是这样。是。好啊，今天玉林是第1颗哦，对，不容易哦。对。正面3个人哦，2个人封。对，2个人封。17比15。小球。又再抓到了1个哇，这可能会是一个气势的转折点哦。是。因为其实双方在第3局一直很焦灼，这分数都没有拉开，3分差距是在第3局最多的1刻。是。所以这个时候叫暂停也很合理。对。稳一个，没事，好球。
接哦，先接哦。加油！哎，3个而已，3个而已，没事没事。好，其实这个暂停看起来双方也就是先在后段的比赛，有一些喘息的空间，然后希望能够求稳定。是。整个在第3局的演变上，双方都没有犯太多这个很严重的错误。对对对。所以就是1、2个关键球。对，稍微暂停，缓和一下情绪。哦，很聪明。是。对。直接做了一个吊球的选择。哦，这是应该已经触网，对啊，对，雨辰这边的前排举球触网了。其实刚才就想要做这个机会，做这样的感觉，哇，但是比较可惜。对，我觉得台电这边哦，确实是第1局有很好的快攻表现，那第2局呢，确实是快攻这一个火稍微有点灭了哈，对不对？而且第2局主要是第2局都是台产在攻啊，掌握大部分发球的机会，所以你当然快攻的机会不会太多哈。是。在屏东台电这边，一定要把握自己的队上的这个快攻的优势哦，来去拉开对方的拦网哦。稍微有点犹豫，哦，太急了啊，好可惜哦，是。换一个人，换个方向，上了观众席。哎呀！队金球替补17号下8号郑少杰上，再度把小杰换了上场，不过在后排跟嘉轩做更换。哇，这个上来接发球，杨义平的发球第3局后段。稍微比较长了，是。20比18，抢3。好，双方各拿1局啊，谁能拿下关键第3局呢？哇，这球是扣在线内哦。是今天整个攻击主力重心都在郑良的身上哦。哇，而且他刚才的这个球线其实拉得很长哎。把握，还有，球来喽，往前。中间手甘茂宏的得分。台湾台产队金球替补交给了甘茂宏快攻。李宁西米其实在第3局后半段其实都坐在板凳上。是，当然也是要稍微控制他的打量吧，也不要让他的伤可能是刚好就这个打太长的时间。是，稍微休息一下。快攻来了。好，对台电来讲，这是重要的一个发球。许文成的发球，哇，
成功的又是一个拦网拿到分数。我记得我们刚才在提到的是在这双方在17、18分的那个2、3分在拉锯的时候，台电几个成功的拦网，当时把这个气势带起来。没错。哇，那现在这个有4分的差距喽。对，其实台电本来的强势点就是在拦网哦，只是今年他们在拦网上确实是还要再多一点研究，因为很多队，应该说每一队的阵容都在改变。对，所以他们对于每一个人的拦网点都还是要再做一点研究。好，发球虽然挂网，不过还是有3分的差距。刘玉玲发球，22-3。交给黄正良，哇！对，这样很像可以合理的推断说，哈，稍微休息一阵子啊，再回来打，更有侵略性。对， So 好久没打球，我好久没得分哦。对那个胜利的渴望啊。对。好，局末点 ，set point 24-20，西密有碰到，有。好，艾妮再回到网中。这边台电稍微叫出了暂停哦。不过刚才那个 play， 你看西米真的是蛮敢打的。对。伊用救出来，伊甲你救出来，一定得的。对，伊要拍呢，伊要都拍呢，就无拍。对，这个手是甲顾起好，直线先甲包起来，下来放咱就好。对，伊即马袂跳，所以伊要拍，伊安怎拍这个，拍起来无什么威力。对台电来讲，相对是比较单纯的哈，因为就是一波就可以，这个一球就可以带走这一局了哈，所以算是接发球，不过主要还是针对对方在可能的进攻路线上面，先做些提示。是，在台产这边就要去对于拦网做一个针对哦。快攻。好，那我们在第3局呢，台电也几乎是在开始领先之后呢，就一路保持领先。虽然说被小小追上，不过始终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范围。在3局打完，目前台电取得2-1局数领先。第3局25-22，打了28分钟，稍微休息一下。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对啊，肯定。好，我们要看一下在第3局啊，台电的这个数据上，攻击失误的比例、攻击成功率，因为特别是拦网得分。第3局后半段那几个拦网，其实对于当时其实还都蛮拉锯的。对，哇，那2个拦网其实感觉上就是为他们拿下了第3局。对，整个很关键哦，尤其是拦到了，我记得是玉林的1颗以及景龙的1颗哦。是，对，而且是接连出现。是，哇，这个当时对于气势的提升其实是蛮有帮助的。不过整体看起来，台产其实在第3局的攻击上，攻击面是蛮广的。不过黄正良这个点得分率真的把握度太高了。没错，哇，他一个人的得分，你看几乎是刘玉玲、施宇翔跟艾里3个人加起来。对。哦。其实两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对，主要就是1-2个关键球的那个掌握度。没错，在台湾产险桃园台产这边啊，其实他们真的跟以往几年的台湾产险来讲，真的差很多哦。不管是在整个气势上啊，以及攻击这个得分点来讲哦，整个是成长非常多的哦。最后决定放掉了。对，这边是林谦的一个自己个人的失误。
雨辰的发球，长了一点，发了比较远了，决定让他出界。哇，这球发球确实是蛮有威胁性的，只能勉强先球过网。应该有哦。好球啊！整个在 Chance Ball 来到了桃园台产这边哦，完全是可以，也有8、9成的可以成功得分的机会哦。哦，双方确实今天在整个进攻上面的把握度跟成功率，其实确实没话讲。对，其实必须要有的，因为其实你已经给对方自己已经有一个 Chance Ball 攻击点的机会了。 这个得分的成功率必须还是要保持在一个高度哦。哦，刚才不断喊的卡吧。对，今天的第4局的开场哦，锦龙特别的凶狠哦。 在第4局的一开始，机会做出来，也都能够顺利的把握。是林一辉的发球，交给艾妮。其实艾妮整个在整体表现哦，其实我看到大专杯在打。 其实他在大专杯的时候，反而是没有这么的灵活的表现哦。那我想，因为他来打了企联，跟了其他几队比较成熟的队伍来打，他其实自己也成熟了很多哦。而且我在想，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大专杯的时候的队友跟现在的队友其实也是不太一样，因为现在队友不一样，现在队友也比较有经验，对，然后在也比较知道说我要怎么样运用他，创造机会给他，所以。 他确实在，我觉得是在比赛的参与度上面，跟在大专杯的时候其实多蛮多的。对。黄正良发球，打后排，修正球，有点快，有点快。哎呀，继续继续。好，短兵相接。 交给黄正良，没有问题，完全喷掉了。是。完全就是找人打。哇，今天几个这种比较多来回的这种 play， 到最后其实台电拿到分数的。 比例其实比较高，对，毕竟他们也算是，也不是算是，就是一支很年代比较久、比较有传统的球队。传统，对对对，但是如果看如果今天是在这种比较短来回哈，比如交给像刘玉玲，或者是在往前啊，有机会艾宁或者是悉尼，其实拿到的分数他们就是比较快，对他比较快。对。 长了一点，轮到14号的祥明发球，这个就是发挥他的优势了。对。 哦，
从后排这攻击得手。文成本身在这种处理球哦，他也是相当有经验的，而且他对球的掌握度也都很好哦，所以其实给他打修正球，其实也不会有过多的担心哦。嗯哼。哇，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台产在今天其实他锦麟、锦龙跟这个刘玉两个 1-2 punch 哦，就是两个人在如果说机会做给他们，他们其实在执行率跟成功率很高，常常就一翻两瞪眼。对，这球过去，要么就 touch out 啊，要么就是我直接要到分数。是因为其实今天的台产的玉麟，其实比起来跟之前的看他跟其他队比赛，我觉得他今天的状况其实没有到最顶哦。对，反而今天锦龙的跳出来带动了整个士气，整个攻击台产这边的攻击士气，我觉得是很棒的。8比8，哇！是现在这两个这个点也被遭到封网哦。是哇，这今天应该是比较少数哦，应该是在第3局、第4局比较少看到黄正良。是是不是有点像是刚刚第3局的情况下？是玉麟以及锦龙被拦到连续2颗的这个状况是有点像的哦。对，看看哦。不过正良在这一颗也赶紧的拿下了这1分。后排要把握。哎，应该是已经落地了。裁判已经判落地了。哦。要挑战。对，还是要挑战球是否落地。我似乎是有听到这个，有时候是不是要听声音？我的意思说，像这种就是说是可以，声音是确实是可以辨别的。是。对。以及其实你也可以观察球的弹起来的高度、炫度、高度都有。对。哦，不过这种拉锯的时刻，有机会其实就提挑战哦。对。那蛮合理的。其实有这种挑战系统，其实一开始大家都还蛮害羞，不过渐渐几年下来哦，我觉得大家其实越来越放得开喽。不用白不用，这种东西也不能带走。看一下，对，应该是落地了。对，这个蛮明显的哈。嗯。刚才似乎是有听到这个球先触地的声音。是。不过还是把这个分数给要了回来。球线拉得比较长，在后排还是压在界内。好，西米发球。正良整个还是运用了他自己制空的优势哦，到最后的一个点才把球击出去哦。其实可以去骗到对方的拦网哦。对，硬是让对方吞了下去。对，不过其实在外面的球员都有提醒自己的台产这边啊，都有提醒在拦网者说慢一点跳，慢一点跳。对。还可以打。哎呀！哦，第4局非常焦灼，
今天其实除了第2局台产很快拿下之外，其实在1、3局，包含像第4局，其实基本上大概都是5-5开，大概就1、2球、2、3球的距离而已。对，啊，那所以任何的失误现在就会可能被放的比较大了。对。 可能但这场比赛在最后也不见得是谁打得好，可能是犯错比较少那边就赢球的机会就会高很多。没错，对。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很多数据显现出来，就是在1、2个关键球就分出胜负。对。刘玉玲，还有敢打。 这边台产叫出了暂停。哇，突然间分数也不过才换一下，差2波。那个边有没有边跨跳定直的就好，定直的，他吊球不用手那个手边的有没有进来手小球就好了。哦，啊拦到再去追他击奥，好直的包好就好，直的包好，让他去打斜的，然后拦中的拦你自己的位置，拦中的拦回去拦斜的就好，好，回去拦斜的，对，长的两边长。 其实好像我们看在第3局、第4局这郑教练其实在这个暂停之后交代，其实都是在拦网跟防守上面直线跟就路线的差异。对，确实啊，因为其实他们现在目前在发球、接发球，甚至是攻击，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就是在拦网防守这一块要多一点战术去针对台电这边的攻击来做运用哦。主要是要交代清楚大家的工作。对，没错。哦，而且今天台产其实我们看到有几次他们在这个喊暂停哦，那喊完之后呢，就先前是可以得到分数，但是这一次的暂停喊完之后，反而是台电持续的拉开比分，是，那这就会是一个警讯。对，在林谦这边的举球稍微给玉林是有点靠网的，再一颗。好，这个就非常的干净利落。锦荣的发球，对，郑良真的有非常充分的休息哦，今天整个火力全开哦。其实刚看艾妮的动作，他觉得有机会。当然。哦，不过跟队友在这个位置上面，这个路线没有包好，没有交代清楚。是。还有。往前短兵相接。哇，这个就没有防守的机会了。今天在台电整个攻势哦，确实是郑良这边是有很稳定的表现哦。但其实，在前几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祥明这个点哦，其实大家也都蛮头痛的哦。他得了蛮多分，不过今天祥明的火力稍微下降了一点点哦，所以今天的郑良的出现确实让台电这边攻击有很大的帮助哦。这边是西米直线攻击的失误。哇，那这个分差来到第4局最大的一刻喽，5分差。所以台产必须再叫暂停哦。接大妹一点没关系，好看他收哪一边，哦设定一下。他如果发那边小边让他上来接没关系，你跟西米就接长边一点没关系。他发那个脚的话，接到就走就好。接发调整一下，对啊。没事啊，再来，慢，1、2、3，
从11比11当时平手之后呢，在接下来台电呢是拿了6分哦，但台产就拿2分。那这目前这个4分的差距呢，就是来自于这边。是，其实也很明显的看到今天郑良的表现已经来到了26分的进账了。对。 那台电表现比较好，是在接发球后的攻击哦，这个百分比比台产再多了10个百分点。现在这边裁判是判给了台产，是有一个 touch out 的一个进攻哦。不过这边台电提出了挑战，拦网触球。 别人在第3局、第4局的挑战，好像都成功率不高，几乎都是失败收场。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颗了。这一群都是台电的球迷哦。对，就是看他这个比的加油的手势跟拿谁的看板就知道了。对。 对，确实，还有我们苗栗区的没错职工辅委会，没错，是等于是我的同仁们，对，我的伙伴们，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哈。对，未触球。哎呀，挑战成功，但是反而送给对方这个分数。不过他确实是想要发一个短球去阻碍这个艾尼快攻的路线哦，就直接挑你这个点了。对。好，这球守下来了。 换成台产攻击啊，在祥明这边的防守站位哦，感觉是出了一点问题哦。对，稍微看一下回放，他也挤得太前面喽。对。爱你的发球。 直接让开，对，应该offside哟。好，换回台电发球，小杰，小杰。 确实，今天真的有感受到玉林这边的发挥没有像前几场来的这么的稳定哦，特别是在第4局哦。Chance ball。 快攻搭配，快，哇，林怡辉这一手扣下去，这个分数来到6分差了。对，哇，台产竟然要陷入苦战了。哇，台电距离胜利越来越接近，开始有点乱流了。是。 好王，还好举球员前排救了文成一命哦。黄宇成就把球按过网，7分差，哇，这个是突然间在第4局的后半，台电这个分数有点拉开了，是，进来的很快。西敏。 又被拦回来，
这个对，虽然说是这个他叫了，但是你不得不说，感觉上西米现在他这个位置上，对方其实真的是准备了很多套路，当然很多人对要来跟你对抗。哇，所以这个分数拿的都很辛苦哦。还有，蛇阵，来，后给，哎呀，猜到，抓到了，就被抓到了。对，哇，现在整个气势哦，确实是台电这边比较占上风哦。其实真的在关键球上面，台电这边就是做的会比较到，就是应该说我们刚刚讲哦，这样比较。当你来回打了长的时候，台电它的把握度其实是比较高的。对，整个稳定度来讲啦，对。所以台场必须打快哦。当快速结束这个回合时，台场拿分的比例比较高。17比23， 6分差。李尼西米的罚球，这发有点靠网。有没有机会？有哦，文成打了一个 touch out， 出现了在末底 match point。文成其实，在这样比赛哦，他这个参与进攻的次数没有那么多，但是在第4局，他的成功命中率很高。是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位非常，没有给他攻击，但他的防守跟接发都可以有很稳定的表现。他是一位让人家很安心的选手。对，哇，这个罚球充满了力量 ，power serve。好，硬是按回了场内。哇，那这么一来，我们也恭喜屏东台电在第4局的后半段拿下了决胜局，25比17。那最后在4局当中呢，拿下了1、3、4局。除了在第2局台场25比17之外呢，那台电算是在今年的第2度交手啊，就扳回了1城。那么在整个比赛当中，其实第3局、第4局大概都是在后半段哈，这个台电把握了一波乱流，一波带走比赛。是，尤其是在几个关键球，其实台电的把握度都比台产来的还要高哦。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
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那我们今天赛后访问由大家先聊到这个台电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那前一次比赛呢是由台产拿下，我们请这个张善元教练来提一下，说这场比赛其实在第2局的时候对方打得很顺，不过3、4局在一些关键的分数上面，你觉得哪边做的你们是比较好的？我觉得是拦网吧，我们的拦网第2局没有发挥出来，然后攻击就被他们抓到，对，所以我们第2局就比较难去突破他们。对，然后后面3、4局我们拦网全部又把它拉回来，攻击又得分效率很高。对，好，那也跟这个郑良谈一下，因为刚这个为国家尽义务嘛，刚从国家那边服务回来，谈一下就是说，在这个为国家服务这段期间，然后回到球队当中，第一场配合下来，感觉上你在攻击的心态上面，还有你这个在对心理渴望上面，好像就是很想回到球场的感觉，谈一下这个部分。就因为休太久了，但也刚好就是这中间有2、3个礼拜的那个空档，就是都轮休，所以可以好好准备自己，然后把状况调回来这样子。等一下，这个在为国服务当中，就大概都做哪些事情啊？这种比较好玩的这个经验可以大家分享。没有，好，就很浪费时间。好，那我们来请这个小谢谈一下。好，这场比赛其实在这配合上面啊，就郑良回归当中，跟前几周的比赛，你觉得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就是因为我们轮休就是
的练习就是都防守的站位，因为上一次输嘛，就是防守站位就是练很多，然后加拦网，就是也是要沟通啊，就是多讲很多东西这样。因为其实看到在这个前面2局打完，双方其实算是5-5嘛，1比1嘛。那第3局、第4局，特别在第3局后面有几个关键防守，刚刚教练提到算是蛮关键的。那第4局后半段其实前面是很拉锯，到后面其实突然间就打得很顺。你觉得有没有哪些是在场上你觉得是有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 play， 或是哪边你觉得发生了变化？哪边发生了变化？可能就是我们发球有破坏。然后加拦网就是又有沟通，然后他们就比较，要不然如果发球是呛死的话，因为他们的攻击比较灵活，对，然后我们就拦网就不好发挥这样子。好，那我们也谢谢这2位球员跟教练这场比赛，那也恭喜台电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好的，今天非常恭喜屏东台电哦拿下了本场胜利哦。那确实哦，就像他们的教练哦以及球员有讲到说，他们其实在不顺的时候，通常都是拦网啊，以及在防守这一端是没有做好的哦。那其实经过他们的调整以及休赛季的休轮空的这个时间来说，他们在调整一些防守的站位啊，甚至是拦网的一个设定，我觉得对于他们今天的赢球来讲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点哦。所以其实，在台产这边也稍微有点可惜的是，在玉林今天的发挥可能没有像前几场的来的那么的出色，不过今天景龙左手这一支。打八股的发挥也是很棒的哦。我们看到在整场攻击得分哦，台电的黄正良就一个人拿到25分，哇，确实是蛮惊人的。尤其是他讲到在这个为国服这段期间，其实体能稍微有点下滑，所以他也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所以在这个分数上面，还有在攻击上带来的能量，其实确实是非常有帮助。对，尤其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他们在有1周的休息的状况下，能够调整很多他们比较不好的状况。是对于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间休息点。好，那我们在今天的3场转播呢，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在明天周日同样呢，在苗栗巨蛋体育馆一样带来3场比赛。首先呢，在明天1点钟时开门场，先是有台北精华面对毅力营造。那明天呢，在第2场比赛是有3点钟时屏东台电面对台北康体。那另外最后在苗栗巨蛋的5点钟时，将是由桃园台湾产险呢，将面对彰化3大有线。这在明天的3场比赛。好，那我们在今天呢，周6的比赛11月16号这场比赛转播到这边也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所有球迷朋友的陪伴以及支持。我是王柏林，跟我们的球评梦话向您说声晚安，再会。晚安，拜拜。